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前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是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荷姆兹海峡现在的状况到底如何了。川普说我要把这个地方给封锁，所有的船不能进也不能出。可是，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美军说封锁的首日啊，还是有8艘船通行，含3艘跟伊朗有关的油轮，所以伊朗的油轮也大摇大摆的通过了呀。我们看到这个图，数据显示多条油轮正在进入荷姆兹海峡，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个时间点，也有船进入荷姆兹海峡。所以呢，这个川普到底是在干什么？还是说实际上有封锁上的困难呢？技术上很难做得到嘛？我们来看这一艘黑船成功闯关所以伊朗就说：“你看你所谓的海上封锁啊，只针对川普不怕的国家你不怕他就被封锁这个到底是这个在嘲讽他或者是说像是在舆论上面2个国家其实也都在网络上面做舆论战。那另外呢，伊朗自己也挂起了巨幅的看板这个看板长这样，他说荷姆兹海峡永远在我们的手上，川普啊，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而另外呢，伊朗的媒体用 AI 视讯情境再度的出现，他出现等于是再现驱逐美国的军舰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包括您现在看到，他就是用 AI 的一个技术就是告诉大家说，我驱逐了美国的战舰，我驱逐了美国的船舰我用 AI 的方式来重现当时离场美军离场的情形。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包括伊朗的内政部长也指示各个边境省份说，你们要消除海上封锁的威胁，等于是授权给地方的这一些各种的这个政府啊，或者是这些军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另外呢，这个封锁这件事情呢，已经变成封锁战了，因为一方美军说我封锁了，另外一方伊朗说没有啊，你来封封看啊，这还在我控制的一个范围内我们看到美国派出2艘的航母战斗打击群加国退将是这样讲他叫做诺曼。他说你敢扣中国的船吗？你美国说要封锁，可是如果现在中国大陆的船过去了，挂着中国国旗的船过去，你要怎么处置？你要登船检查吗？还是要把它驱逐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有执行的困难啦。包括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他还发出公开的警告说，你美国必须停止干涉中国跟伊朗之间的贸易协定强调目前中国的船还是能够正常的出入荷姆兹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包括这个油轮中国大陆的油轮在这个地方战争进行的期间也是可以自由的进出。那另外呢，习近平作为一个大国，他第一次对于美伊战争之后发出他的一个看法。我们先来看看他见了阿布达比的王储，这是14号在北京那他们握手，并且提出中东和平4点主张他第一次在这个场合对于这场冲突公开表态。他说中国继续为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很显然的，他说我们要这个促成和平的谈判，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坐下来谈。那另外呢，习近平在见西班牙的总理 Sanchez 的时候呢，他说反对世界倒回丛林法则，所以外界认为他是非常隐晦的在指责美国习近平是这样讲，他说当今世界乱象丛生，面临公理和强权的较量，反对世界退回丛林的法则，捍卫多边主义所以批评美国这件事情，各个国家的媒体又用他们的语言把它登出来了。上海外国语文大学中东研究所的教授丁龙就说，中国在外交上面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姿态，就是要给和谈一个机会，而中国愿意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次美国跟伊朗可以在巴基斯坦和谈，据说中国大陆也出了力。来，先请教彬哥。对，美国从14号开始封锁荷姆兹海峡，可是你说他没封吗？他有过去封，可是你说他封了吗？还是看到一些船在继续往外走？所以这到底是个什么状况？这个美国当然实际执行上会有他的困难，那问题是川普话已经讲出来了，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与此同时，川普就说我执行了这个东西之后，伊朗已经又来跟我求和了，又打电话给我了，说要和谈了。所以我觉得川普与其说他真的想封锁荷姆斯海峡，不如说他是要摆一个姿态，表示我还是有积极在做一些事情，我还是有在逼伊朗重回谈判桌。那至于这个美国人民相不相信，或是能不能解决这个事情，好像已经不是川普最感兴趣的事。实际上，我看美国人表现的也挺好的，因为美股也跟着涨，所以是不是大家都已经看穿了川普的游戏法则？他其实对股市的关心恐怕更胜于对实际这个封锁的解除的关心哦。那当然，伊朗现在又用 AI 做影片，又在那边不断的放话呛虾。可是问题是，虽然美国没有办法完全封锁住荷姆斯海峡，但是荷姆斯海峡现在还是不畅通，还是要进去要出来都很困难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僵局本身还是要解，不然的话，长期下来对伊朗现在状况其实也不是很好，对他自己恐怕也是会造成越来越严重的负担哦。那当然，他现在话是讲得很大声啊，讲说要求荷姆斯海峡沿岸的各省省长全部尽全力去攻击。我是不太懂伊朗的制度，伊朗现在已经变成各省省长来领军了吗？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这个应该不太可能是这样子吧？所以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一种放话呛虾了。那只是因为最近大家都有看到嘛，就美军宣布封锁荷姆斯海峡之后，有一艘中国船就跑出来了。那跑出来，现在就让人家觉得说，是不是你柿子捡软的捏？你对那些中小国，你就欺负他，就拦住他的船；对中俄这种大国，你就不敢动他。那是不是怕引发更进一步的冲突？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要看实际的动作而论。那看美军接下来他到底会不会去对挂中国旗的这些邮轮进行登船检查啊，或者其他的这些东西。如果他有做，那可能就会下个月原本要登场的川习会会不会出现就很难讲。那如果他没做，那可能美国又会被人家觉得他欺善怕恶。所以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讲，他现在又面临一个抉择的考验，所以这是他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这个阿布达比王储去见习近平，其实也摆明了，大家也知道，之前阿联还在讲，他们要出兵伊朗，要叫美国不要停，我们继续跟他打。那可是与此同时，他王储又跑去中国大陆，显然我觉得这些中东国家，他们实际上讲话呛虾很厉害，但真正的他们还是希望不要打，还是希望战争赶快结束，和平对大家都有好处。实际上，现在荷姆斯海峡被封锁，已经严重干扰到这些国家的这个日常作业跟经济发展，所以对他们来说，当然还是如果有和平的可能，赶快解除目前的问题，这对他们来讲才是最好。至于说伊朗到最后变成怎么样，我想其实这个阿布达比或者是其他的中东国家也没有那么的关心。那导致西班牙在这一次的战争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不但拒绝了美国的这个美军经过他的领土使用他的基地，而且三番四次的去跟川普当面呛虾，甚至直接你讲一句我就回一句。所以川普现在对西班牙当然是非常的不高兴。那可是呢，西班牙看起来态度很坚决，但是我觉得重点就是川普自己到底有没有意识到，他把美国自己建立的规则全部都打破，然后让大家重新回到一个比拳头大的丛林法则的时代，这样对美国真的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吗？美国现在还真的认为自己有宰制全球的能力吗？还是川普就已经认命了？反正我未来影响力就只打算退缩到西半球，东半球的事情我慢慢能不管就不管。所以我个人认为整个世界的格局正在迅速的改变当中。那中国大陆看起来，习近平也是抓准这次的机会，他要展现出他在全球的地位上是比美国更可以被人信赖，甚至更容易主持公道。那如果长此以往的话，美国的地位恐怕真的要动摇。好，来请教将军。这次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我昨天还不太敢肯定是董军出来讲话。你看现在是董军出来说不要影响我们跟这个伊朗的贸易行为。对，其实如果通常像这种，如果说美国要封锁荷姆斯海峡，影响到中国原油来讲，这个中国应该是由外交部或者是甚至于经贸部出来
讲话。是，那由国防部长出来讲话，那就代表说，如果说你在封锁，我就要动手了。那大家注意到一件，大家可能不晓得是不是有一件，现在中国有一艘054的一艘军舰现在正停在荷姆兹海峡的，不是东侧是在波斯湾里面是在内侧那个地方，是在就是靠左边靠西边这个已经在里面有一艘054的护卫舰停在这边，但它停的位置也非常巧妙它没有停在这个人家这个所谓的领海里面，它停在国际水道那个地方，是摆明了，如果说你这个美国真的是对中国的游轮有动作来讲的话，那中国是不是可能会动手？是为什么中国这次态度会这么强烈？因为中国每天要用的原油数量有1600万桶，那当然中国自己可以产的能量是400万桶，另外大部分都是靠从国外买进来的。那国外买里面原来是从委内瑞拉买100万桶，这个数据我们都有。那从这个伊朗这个每天买的数量大概是150万桶，伊朗现在每天产了大概190万，其中有150万是卖给中国大陆。那如果说是委内瑞拉那100万桶已经被美国扣下来，现在再扣你150万桶，对中国能源来讲就会产生很严重的一个缺口。所以你不要逼着中国到时候这时候动武这个据我知道，现在在这个吉布地那个地方，这个所谓的国际护航的船只舰队来讲，现在有一支舰队，好像是可能是055。据这个中国这个他们一般的媒体的说法，是055现在也赶到那个地方准备去护航。那昨天通过的这一艘我们讲黑船事实上叫做复兴号，富有的富，星星的星它事实上是被美国已经是这个登记有案的一艘船就没想到他昨天晚上就在美国宣布说10点钟开始封锁的时候，他在10点钟就从你这边通过，而且已经这个确实已经通过这个美国的封锁线不只是荷姆兹海峡已经通过封锁线，那代表说是美国在这种状况下，可能对中国还是会有投鼠忌器所以说这个伊朗才会讲这种话嘛，就是说你只能封锁那些对你这个不忌惮的国家才有封锁效果。如果说你美国忌惮的国家你不敢，我觉得这个美国这时候还是不敢全部。第二个，我们就技术层面来讲的话，事实上你要封锁这个一个海峡，当然美国在之前它很成功的封锁，不管是这个委内瑞拉或干嘛，它也曾经封锁过。但是这次情形会不一样。第一个，这个你远离你自己的国家的本土，你到这个地方来，如果说伊朗给你耗很久来讲的话，你长期一个舰队在海上面，这个后续来讲的话，你经费的消耗会更大，这是第一个技术上困难。第二个这个，你去封锁这个海峡，你要知道你用什么封锁？你用航空母舰去封锁吗？那不是笑话一则，对不对？就像是我看了一部战车，说他们前面有一群这个猴子骑机车在那边乱超速或者飙车或者是酒驾。然后我开着战车去追他们，那你想想怎么可能嘛？所以封锁的过程之中，当美军可以用他的飞机用他的无人机在天空里面巡弋如果说雷达点上面看到有一艘这个轮船我们举例他看到有一艘轮船，那假如说这艘轮船上面发出来的 AIS 讯号说我是从科威特开出来的游轮，那我现在目的地是要到印度去不是从这个伊朗出来的。那你美国你相不相信？你如果不相信，你就要派船去查。那你用军舰去查吗？你可能要用无人机，或者甚至于要登船临检，要用这种方式来查找。那美国你现在他在这个安曼湾的舰队，虽然说数量看起来很多，作战数量是很多，10几艘这个可是你如果说要登船临检，那么多个船，你怎么每一艘用一艘驱逐舰去登船临检？那可能性不大。以前我们在这个我在澎湖的时候，我们是派什么海龙蛙兵坐着快艇过去看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游轮，还是说雷达光点上面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军舰或者是不知名的船只？你有时候你必须要亲眼去看，或者派飞机去看到底是什么船呢？那以美国现在他发给你一个假信号。你如果没有办法去登船临检来讲，你
这不是笑话艺人，你怎么用驱逐舰去登船临检呢？我觉得技术上面也有它困难的地方，所以现在这个这所谓的封锁效果到底会到什么程度，其实有待后面的观察了。对，而且再过2天可能美伊又要登门，就是登桌谈判了，所以我们还要再观察。来请教大众老师。对，因为现在是伊朗执行对荷姆兹海峡封锁美国也说我对伊朗封锁，但目前看起来对伊朗封锁大概是这个川普在对伊朗施压的一个主要的办法因为我们知道应该是美国这个军方有提供各式各样的选项但是在4月12号，这个美伊双方在这个伊斯兰马巴德谈判没有马上达到成果之后，那川普就选择这个途径了，对伊朗做施压但我们也知道，就像刚才所说到的因为美国对于这个伊朗进行封锁，它还是有很高的挑战性。那目前看起来，封锁的主要的地区还是在荷姆兹海峡以东在阿曼湾甚至在这个阿拉伯海这样一个辽阔的一个地带去做执行。那当然，到底封锁的成效如何有没有一些漏网之鱼？其实现在讯息还蛮混乱。那如果是根据美国自己的讲法中央司令部这个库珀他的讲法是，所谓的封锁在川普下达命令后的36小时已经大概彻底可以执行那美国已经放行了大概20多艘船但是也这个让8艘船去做掉头改变它所谓的航向。所以目前来讲，美国的讲法是说基本上可以执行，但我们知道这难度其实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要知道是说封锁基本上在国际规范国际法上已经是属于战争的行为所以照道理说美方假设你要执行封锁，你第一步就像刚才将军所说，你要识别它这艘船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它从哪里出发，它的目的地或者它出发点是不是伊朗，假设符合，按照中央司令部的讲法，美国就要去针对它做出一些美国的一些作为。这里面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美国都是用警告，让你掉头，让你改变航道，那些所谓的8艘被这个封锁成功的船，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就掉头就走，好像还没有任何的讯息是美方是执行所谓不管是派这个驱逐舰上的这个所谓的小艇，或是其他的方法去执行比较有这种威逼力量的所谓的这种封锁的动作所以我觉得目前还要看，所以美方所执行的封锁的方法跟伊朗是不同。美国但还是实际去靠它的这个军舰，但伊朗不是，伊朗还是靠这个星罗密布的一些它的岸基各式各样的设施，而且有一些心理效应，就是这些商船如果没有得到伊朗的保证，大概都不敢动，而且这船的速度是慢的，目标是大的，容易被实际的去打击。所以看到伊朗的封锁跟美国的封锁的方式，跟它的目的可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没有错，而且伊朗现在很高调他高调的晒出了一些照片，那照片是什么？美国的战机残骸。您看到在伊朗沙赫雷兹附近的一条很简易的机场跑道上面，而且是土质的那你可以看到它放了2架被摧毁的美国 C-130特种作战飞机，还有多架的直升机某种程度在对外宣示说，你看美军他的军机被我打下来了我把他们的残骸放在这里。而另外呢，在停火的这2周，伊朗也没有闲着，他们在干嘛？他们在清理他们的地下通道专家有说他们的飞弹程式运作模式，包括从 CNN 的报道是这样讲，伊朗在停火的2周这一段期间呢，持续在清理堵塞地下飞弹基地入口的残骸，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地底下 underground 它有非常多的飞弹的一些基地那他们现在在做这些清除残骸的事情所以也有专家讲说，这跟飞弹城市的整体作战概念一致就是先承受第一波的攻击，然后再清出通道，接着再次发射。所以看起来他们做好了再度上战场的准备。讲的是这些设施还有人我们看到这个2400多万伊朗人说是已经在一家名为为伊朗捐躯的网站上面登记了，他们注册了说必要的时候我愿意为国献身所以这一次的美伊战争呢，也激出了他们的爱国心，然后他们去上头登记。那另外呢，从这个资料
F-24的资料显示，美国空军持续向中东地区实施大规模的空运行动，包括这些光点您看得到的就是美军它的空中的运输哦。那各种的资源运输的这些物资都向中东地区来空运，他们到底要干嘛呢？不知道因为一直不断有说美国不排除出动地面的部队。那美国陆军也向中东派遣了规模最大的反无人机训练的任务，因为大家知道伊朗用这个不对称战争，他们用了大量的无人机所以现在美国陆军证实了向中东要派遣规模最大的反无人机训练的任务那针对那一些能够绕过这些系统低速小型目标的防御所以看起来这个战争也有可能再继续发展下去。川普就说了美伊会谈可能未来2天之内在巴基斯坦举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直线施压封锁你的荷姆兹海峡。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又要谈打，或者是极限施压看起来是川普的一个套数。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一次战争，截至目前为止1个多月造成德黑兰，也就是伊朗这边的损失，大约是8.6兆元。因为美国对伊朗还有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这个联合空击真的把地上的这些建筑物都炸得稀巴烂。所以呢，德黑兰这边是希望在这一场和谈这个会谈里头，也希望你赔我钱毕竟8.6兆台币耶，你要赔我一点钱，给我一些战争上面的损失的补偿。另外呢，福斯的这个电视台，他专访了川普，这是最新的访问。川普说了一些话，我们来听听看。I just left the president. It was a great interview. He said a lot about the economy, about the Iran war, about NATO. One thing that I'll leave you with, I said to him, Mr. President, you keep talking about the war like was. I said, is it over? He said, it's over. 好，大家看到这位主播他的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释出的这一段话，原因是他刚刚跟川普访谈完，还没有播出，川普的这一篇专访还没有播出。那这位新闻主播他就说，他一直不断的问他说，总统先生，因为你一直在用这个英文的过去式嘛，有 was， 就是这个是不是已经是过去的一个这个事情，不是现在进行式？那总统先生这个意思是战争结束了吗？他说对，战争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是这个福斯电视台的主播第一手的观察。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伊朗战争的冲击当然我们看到物价方方面面都在涨，尤其是油价，因为美国人很多人都在开车，因为他们的大众的交通系统不是非常发达。我们看到加州的汽油已经逼近到每加仑6美元，创下了新高，柴油飙到每加仑7.75美元。所以呢，包括驾驶人包括消费者都是哀声四起。那川普跟美国的能源部部长很罕见的，他们异口同声承认了一件事情，油价可能会持续上涨所以这是一个坏消息。来，先请教将军。我们先看 F-24这个资料非常有趣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动态那个图，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欧洲上空，美军现在飞机在飞，有2个地方很重要的地方反而没有飞机在飞，一个叫做西班牙，一个叫做意大利那难怪川普会这么生气。原来你知道，在整个欧洲战场上面原来他们要这个北约最主要是要对付的是当时的苏联嘛。那西班牙这块地方事实上是整个欧洲大战场很重要一个后勤的基地，在这个地方，因为我这个地方是对整个欧洲战场，那波兰那边可能是前线那这个西班牙这边是很重要一个美军。你看，如果说是我的运输补给，如果说先放到西班牙，然后就可以当做一个陆上作战一个重要的后勤转运基地。那地中海很明显的插在整个意大利很明显插在地中海中间。如果说是就空运来讲，也是很重要一个地点。反正这次来讲没有经过这边难怪我想说西班牙拒绝这个美国用他们从他们领空经过，那意大利也拒绝美军用他们意大利的机场做转运站。我想说，我们从这个图就看得出来，难怪川普这时候气急败坏所以在埋怨中东地区国家都不挺他。那今天我想说，大家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是不是正如川普所讲的已经结束了可以很明显看出来，
川普很想从这个战争泥淖里面脱身，但是我认为说是这场战争这个能不能够顺利结束，现在不是川普你讲了就算了。以前我们可能认为说，以美国的这个军事实力他带头打这场战争，他如果说要结束，他就可以说结束。可是现在来讲的话，就算你川普想结束，可是有一个最大一个变数是这个以色列如果以色列纳坦雅胡他不结束这场战争，他继续在黎巴嫩这个南边那边打真主党的话，那我想说这场战争要结束的难度确实有它的难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虽然说双方这时候说停战两周，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美伊两个国家在这2周的时间，双方这个反而在这个时候是加强备战的时候。我们看到伊朗他原来将它被美军所这个轰炸这个所谓的这个导弹的城市，就是地下弹药库了导弹地下弹药库，包括无人机也是一样。那美军轰炸了半天，大概将这些出口地方炸瘫了但是伊朗利用这停战的这个时间，再将这个出口的这种挖通，把里面的导弹又可以运出来，这是伊朗在做的动作。那反观美国这时候也没有在松懈，他们这时候除了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利用空运各种武器到中东地区之外，我们也看到美军的布希号这个航空母舰现在也正赶赴中东，全4号也在赶赴中东的途中，所以两个国家现在你说会不会继续在打，还是有和谈可能。当然谈判我们是希望能够成功了这个最起码他们还愿意再谈，但是双方却在这个时候加强备战。那现在很明显，我们看到伊朗这时候有2000多万的这种民众愿意敢死赴战场，但是看到美国整个社会里面所谓MAGA派已经对川普这个对于投入这场战争已经发表他们不满，那川普在这个时候这支持率也很明显下降。我想说这两个国家的民意有时候做战争来讲，你除了双方军事实力来讲，民心的向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验。那现在很明显，我认为伊朗的最起码国内的民心向背比美国来讲要好很多，这也是美国要不要考虑继续投入这场战争这个如果说万一真的陷入消耗战，对美国是不利的。对，来，请教彬哥怎么看呢？现在对美国来讲，他当然是利用这个停战的期间，赶快大规模的把物资兵源弹药不断的运送到中东去，以备下一步的可能的行动。那伊朗也没闲着，伊朗也在做同样的事情。那重点就是他现在开始去挖那些之前被炸的、被掩埋的这些基地的出入口。那表示什么？第一个，伊朗认为这些基地是完好，它内部其实还是有这些飞弹无人机可以使用。那第二个就表示美军的轰炸大概只能炸掉它的入口，没有办法摧毁它内部的结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表示伊朗类似的库存可能有非常多。那这个对美国来讲就非常非常头痛，就是恐怕伊朗就拥有的飞弹跟无人机的数量是远远超出它的估计。那这场战争，伊朗显然是还有底气跟这个相关的装备可以持续撑下去。那美国就要去思考，美国能不能够也像伊朗这样持续在中东这样撑下去？毕竟它监关万里而来这个恐怕是很麻烦的一件事。那美国它现在就是把这个 MARP 这个无人机防御系统，它把它搬到中东来，因为这个系统其实过去是在乌克兰战场上面拿去做实验，据说效果不错。他们宣称这个系统在乌克兰战场上面使用，已经拦截超过上千架俄罗斯无人机。但是问题他没有讲拦截成功率到底多少。那这个 MARP 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它也是发一个无人机出来，你发无人机过来，我就发一台过去跟你对撞，把你撞下来而已。那这个无人机本身也很便宜，只要15000块美金就可以大幅降低美军的防空成本。那可是问题是，如果在乌克兰战场上这么好用，那为什么从2月到现在，美国直到现在才开始部署？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你2月28号就发动战争了，应该紧急就把这些调派来。而且到目前为止 ，MARP 在中东战场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他还是在训练，他还在教他的人员怎么使用，这个就非常奇怪。因为之前有人看到
在波兰的北约士兵已经在学习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学习很简单，他就拿一个 Xbox 的遥控器去那边练。真的哦。对，那所以美国为什么到现在没有让他直接参与实战？这个恐怕就是是不是这个系统本身还有哪一些问题就不知道，这可能还要再观察。那川普当然讲话永远都是我们赢了。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干嘛干嘛？其实我觉得他讲什么现在已经不重要，不重要了。对，真的不重要，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跟上他的思维啊。那重点就是荷姆兹海峡的封锁还没解，油价持续在飙高当中。那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川普跟他的能源部长现在都暗示，油价飙高可能会一直持续到年底哦。那请问一下，大家受得了吗？对，的确哦，虽然这个 Fox News 的这个专访还没有播出，可是大概大家也很难预期，或者是川普讲了什么，我们要认真对待吗？老师？对，因为川普讲话本来就是这个范围很大，有时候反来覆去，一日数变。但是从这几天，他似乎很想故意释放一些讯号，说谈判马上会再开始。比如说美东时间周一，他自己说，这个伊朗那边打电话给我，希望很快能够再重启谈判。那不久之前，他甚至说因为一个《纽约时报》记者问他川普的讲法说，你应该留在伊朗哦，为什么？因为很快2天之内可能会所谓的重启谈判。那川普继续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所谓的巴基斯坦有一个这个穆尼尔元帅，他人很棒、很好、很出色。因为川普非常喜欢这位巴基斯坦的这个前陆军参谋长元帅，所以他字里行间常常会提到这个人，这也其实蛮特别的。对一般的国家领导者大概不会有这么看重个人跟个人之间，尤其把它公开讲出来。所以重点是应该会再谈，但其实症结还是很难，因为川普其实他最近讲话比较在意，其实就2件事情，一个是荷姆兹海峡的一个管理机制，美国要有参与卡，要能够分一杯羹。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浓缩铀如果按照前几天的讲法，是因为媒体传出来说这美国希望浓缩铀能够暂停20年，那伊朗不愿意，那后来伊朗有的消息说伊朗只愿意5年，但是昨天川普在公开的讲法里面说他没有讲20年。川普说：“我要的是永久，你不能再去做浓缩铀，不能往核子的方向前进，这是一个。那至于有些地方看起来美国并没有那么在意，比如说所谓的这个伊朗的资产解禁，这个地方我觉得美国可能这是美国可以放的东西。还有呢，原本大家是说这个伊朗要求这个战争的赔偿比如说刚才的字版里面2700亿美金。”我觉得这个议题对川普而言很简单，只要这笔钱并不是美国来付，他应该是 OK。反正各自然会有国家愿意付这个伊朗所谓的这个战争的这个损害，然后用重建的名义来去做。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川普来说，就2个议题，一个是荷姆兹海峡，当然一定要打开。第二是伊朗核子议题，因为他希望透过这2个议题来向国际、向国内社会宣称我打赢了。伊朗让步屈服了。除了这个以色列除了伊朗跟美国在谈判之外，以色列跟黎巴嫩也在谈判，这是30年来第一次在美国、以色列的和黎巴嫩的大使2个大使同台，那卢比欧来亲自出席。可是真正在打仗的叫做真主党，他缺席了所以所谓的历史性破冰在媒体的标题上面冠上去现在看起来其实是虚化并不是真实的。那我们看到以色列驻美大使他就说，这是理智、责任跟和平的胜利。可是这一场会谈到底能够有什么样的结果，或是激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以色列是有赞美啦，说双方精彩交流。美国说很有成效，可是看起来或听起来都是虚话耶。边打边谈，我们看到以色列跟黎巴嫩从1993年来这个第一次在冲突之后有一个会谈，可是真主党说了，他说任何协议你签，不管怎么签，我都不认并且呢，就在会谈发生的同时，他狂轰边境24次。所以这个是谈了个寂寞吗？因为真主党已经讲了呀，你会谈有结果，我也不会遵守所以你就看到这样吊诡的一个谈判已经登场，然后又结束尽管主人跟双方都说不错不错，可是看起来没有实质的一个意义。而另外我们看到黎巴嫩的真主党他用这个无人机袭击了一辆
以色列的军队悍马，包括您看到的画面是无人机锁定了目标之后呢，就发动了攻击哦。那这个影片也显示了以色列北部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哦，包括这一架无人机在以色列北部纳哈里亚地区爆炸，距离黎巴嫩边境大概是10公里哦。所以真主党并没有收手哦，也没有放松任何的攻击行动。那这个地区是不是就完完全全不可能有和平的曙光降临了呢？包括摩萨德哦，以色列的情报单位哦，传说中的摩萨德，他的负责人也就是局长戴维，他发声了哦，他说哦，这个伊朗的问题，因为川普有说嘛，他说伊朗问题谈判在2天后重启，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次。可是这个负责人哦，他叫做戴维，他说没有啊，我们的任务在伊朗政权垮台之前不会结束的啦，所以你们谈，你们自己谈，我们的任务一定要这个终极目标就是伊朗的政权垮台。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是摩萨德的局长在45天以来第一次公开谈论中东的战火，他否认行动失败或者是试图诱骗美国相信政权更迭幻想的指控哦。他说任务还没有完成，好，我们并不认为任务会随着战斗结束。所以这也添加了一项大变数，也就是说，川普说了可能不算哦。尽管美国跟伊朗在谈判，可是这个谈判的协议有可能以色列也不会买单，他们要打他们自己的。所以您看到呢，以色列被迫想要抢伊朗的浓缩铀哦，这个是媒体的报道，就说美国说你去拿，以色列说你帮我拿。所以以色列是在背后指挥美国吗？他在指挥川普吗？美以两国被迫计划夺取440公斤的浓缩铀在伊朗的境内，这些材料可以把它变成武器，然后制造很多的核弹。不过呢，双方在这项行动上存在僵局。美国希望以色列你自己去拿呀，你想要你自己去拿。可是以色列要求美国协助哦，这是媒体的一个报道。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的副总统就在笑川普，他说你白宫啊很可笑。你沦为向以色列总理汇报的分支机构，主要是在伊斯兰马巴德，我们知道看到这个范斯去做一个谈判。那据说这个美国副总统在谈判地点不断的回报给纳坦雅胡，所以现在美国的副总统是要跟要跟以色列的这个纳坦雅胡回报吗？这个是我们看到媒体这样子一个报道。那当然也在美国国人心中留下了一个问号，他们当然也觉得这个有点怪怪的吧？来请教彬哥，这个以黎谈判没有什么意义啊，因为黎巴嫩真正有实力是真主党，真主党也向来不太甩黎巴嫩政府的决定，所以在他们谈判的同时，真主党会发动攻击，所以这个谈的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因为真主党实际上他的武装比黎巴嫩政府要强很多。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大概只能说是以色列认为说我已经跟你黎巴嫩取得协议了，那剩下这个真主党的问题我就自己单独来解决，大概就是用这种方式。那真主党是不会理的啦，我觉得这个冲突还是会持续。那当然，从开战到现在，真主党跟那个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这个地方已经打得非常激烈，那双方都有非常大的伤亡。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恐怕没有办法善了。那伊朗也不太可能坐视他的小弟一直挨揍，所以这也是谈判的另外一个变数，就是因为伊朗一直认为说，你如果黎巴嫩那边不停火的话，我们很多谈判没有办法再谈下去。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增添了很多的突发状况。那至于说摩萨德的局长会跑出来讲话，我是蛮讶异，因为他不是做情报工作的吗？那你应该是很低调，你要做什么你也不需要对外界表示啊。那他特别出来讲，我觉得恐怕就是在一方面告诉以色列人民，另外一方面也是向全世界宣示，就是第一个，我们以色列是不会停的；第二个，美国也不要想跑，我们会持续到以色列认为战争该打到什么地步才决定结束。那这对川普来讲就很头痛。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川普应该是想要赶快脱离这个战斗。因为拖下去对他没有什么好处，那甚至以色列也许真的对伊朗这440公斤浓缩铀有兴趣，因为他已经只差最后一个阶段就可以提炼为武器级的。那对以色列可能有很大的用处。
可是对美国来讲，美国核武器多的是，他要这干嘛？所以他应该也没有什么兴趣会去帮以色列去拿到这个东西。他要确保的只是伊朗以后没有办法再生产核武器而已。所以我想双方是有这个差距的。而且如果我们相信去年6月美国跟以色列告诉我们的话，那现在这个伊朗的浓缩铀是深埋在地下被你们整个炸毁的地下核武库里头。那请问一下，到底要怎么拿出来？你光是要拿出来就是一个大工程了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不是谁去的问题，而是怎么去的问题。那至于说这个范斯，假设真的像这个媒体所说的，每天都去跟纳坦雅胡报告进度，而且是跟过去一样，那这个就太诡异了吧？就是当然，以色列是一直对他没有办法参加美伊之间的谈判非常不满，那难道这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之间妥协的形式了？但是即使是这样，美国需要动用副总统天天去跟纳坦雅胡回报这个事情吗？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啦。这恐怕是媒体的揣测吧。但是另外一个事实恐怕就是以色列确实随时都掌握住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度，也就是美方可能真的有人会去跟以色列回报，要让以色列安心。你放心，我们不会放弃你的权益，我们会继续的去跟伊朗谈到一个很好的条件。那所以在这种状况看来，大概只能坐实，就是过去很多人所认为的，美国好像是被以色列绑在这个中东战场上面动弹不得。所以如果形势真的是如此的话，那显然这场战争离要结束还非常非常的远。不管是在黎巴嫩也好，不管在伊朗这边荷姆兹海峡也好，看起来以色列不打到他想要的一个结果，要停是很困难。所以以色列真的能够号令美国吗？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摩萨德的一个这个局长发话了，他的意思是什么？战争不能停吗？来请教将军。我觉得摩萨德局长出来讲这个话哈，更可以证明说当初这个川普是被这个纳坦雅胡绑上战车去打这场战争。我想说摩萨德那时候应该给美国的很多的讯息哈，是这个不见得是很正确。譬如说战机机不可失哈，几月几号几点钟，这个伊朗他们哈梅内伊他们会召集开一个会议，在什么地方开这个会议这个可能是即时性的情报。那我们可以一次的这种斩首行动，将这个高层驱逐，有助于我们之后推翻这个神权政体。那另外，摩萨德可能也跟美国一些资讯，譬如说是现在来讲他掌控了哪些譬如说是他们的部队，我们掌控了哪些人然后如果说是斩首行动成功之后，紧接着这些军队来讲就会这个叛变效忠我们推翻现在的这个现在的神权政体。所以我觉得摩萨德现在出面跟这个美国 CIA 双方之间会有这种摩擦，那代表说 CIA 是不是当初就怨摩萨德说，你当初给我们的情资不见得很正确，这场仗打了40天，到现在并没有如你当初的这种战略情报所判断的这个伊朗来讲民众会趁这个机会来推翻你整个政权。所以双方这时候开始有这个摩擦，开始有互相的甩锅或互相的推卸，整个战争会拖那么久这个情报误判的一个因素。那第二个我们讲这个浓缩铀我觉得这铀确实是，如果说按照川普的理由来讲的话，这个浓缩铀能不能够处理，是这场战争能不能够落幕的变成很关键一个因素。那我个人是抱着比较乐观的态度来看了，我觉得这方面来讲，美国是不是解除制裁？因为如果大家回看2013年双方的核协议，那伊朗那时候已经答应了嘛，就是说我的浓缩铀只到2%的浓度可以做到这个核能发电就好，那我不会将它提升到浓度60%，造成核武器的等级。那时候也同意，甚至于在这次的开战之前，伊朗那时候外长在这个日内瓦谈判的时候，他也释出相关的讯息，说他愿意将这个浓缩铀是不是交给俄罗斯来保管，那证明说他没有要发展成核武的这种可能性那第二个来讲，他那时候也说他可以让国际原子能总会进来检查浓缩铀的浓度降低到多少，只能做核能的发电，而不会发展成核武器。我觉得当时好像在谈判的过程之中，这个伊朗的这种外长他都释放出相关的讯息。
那尤其是说现在可能不晓得是真还假的，但是双方好像美国是说20年嘛，你不可以发展核武嘛，那伊朗说5年嘛，那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好消息，最起码有一个数字出来，那双方可以讨价还价这个你要多久？那现在川普是说。刚刚我听教授讲说，他要无限期，那伊朗会不会说，那我就是只能我也立刻就要发展？那双方呢，我如果说时间上面大家可以谈，我觉得对停止战争来讲，结束这场战争来讲，确实是露出一线的希望了。那最起码比双方都不接触、都不谈，好像都没有一个价码，然后硬打到底。所以我觉得浓缩铀这一方面，我反而认为是美伊双方。可以有一个谈判的一个窗口的机会，那尤其是说在第2轮的谈判那伊朗看会不会让这个铀的议题有一个台阶，让这个川普可以下来停战？我觉得可能性是很高的。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请教大钟老师。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个黎巴嫩政府跟这个以色列在美国华府国务院的这个谈话或是所谓的谈判，其实还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因为这是从1993年之后双方是直接的对话，因为过去大家是透过美国间接，或是透过一个叫做黎巴嫩联合国维和部队来做间接传话，但是老实说，谈到实质的效果，可能是非常非常的象征性。因为主要是黎巴嫩政府根本无法去约束所谓的真主党，因为真主党的力量非常强大。从这个黎巴嫩内战结束之后，当时他所获取的这个待遇是，他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理由是为了要对抗以色列。所以多年以来，其实真主党很大的一个，除了他的训练基地之外，他很大的这个部队或者精锐部队都是部署在利塔尼河之南，跟以色列这个边界所谓的蓝线这一块狭长的地区也造成以色列很大的威胁。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在3月3号，当真主党帮助伊朗去出一口气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又找到机会，就像过去的这个以哈冲突一样，以色列部队国防军又北推把这个利塔尼河之南的这个地方，基本上建立成一个以色列控制的一个缓冲区。但这里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其实这个地带是驻有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叫做联合国黎巴嫩维和部队，其实它有7、8千人的兵力，但是这支部队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抗击，而且它的授权就不是在做抵抗任何来自于这个以色列或是黎巴嫩的冲突，它是在监督双方的停火，而且它有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帮助这个黎巴嫩的这个政府军所谓的 LAF 黎巴嫩武装部队能够有效的部署或是统治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但是基本上碰到以色列这种强大的这个武力的推进的时候，这支维和部队基本上大概只能做自保，就如同过去2年这个以色列在攻打真主党时候状况一样。不过这个举动也造成一些国际社会的一些反弹或是抗议，因为这是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部队，它理应存留在这个地方不能或因为以色列突然觉得说安全上有隐患，我往北推进。但是我觉得基本上真主党的问题很难做解决因为黎巴嫩的政府也是力有未逮，而且真主党的武装就像刚才已经有提到，他的正规部队大概至少2、3万人，还有一些动员的部队4万到5万人之多。基本上所谓的黎巴嫩政府军或是黎巴嫩的武装部队，也不过就7、8万人的规模所以他等于是他有国会的议员，有办法进这个内阁担任阁员，而且他有一个很强大的武装力量，跟以色列是势不待见就是抗衡到底。所以目前的这个黎巴嫩政府跟以色列政府官方对话，只是象征意义比较大，在美国